起来了。我刚刚看时间早，没叫醒你。早餐我点好了。胃没有不舒服吧？有柠檬水。昨天我喝多了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都不用放在心上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昨天晚上你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情，我都不要当真？不是，你不要觉得我有压力、尴尬，才故意这么说。佳怡，谢谢你。是因为你，让我看清楚了我自己的内心。你的坚持，才让我们两个人彼此没有错过。跟你的勇气相比，我就是一个胆小鬼。可是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对我们的未来负责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接下来的每一天，我都让你不真实的像活在童话故事里。但是我们的生活肯定会遇到很多阻碍，你得做好准备。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你今天怎么回来了？我不回家，我回哪儿啊？回家还要提前给你打招呼吗？你现在不回家也不提前跟我打招呼啊？包都接不住啊！你抬抬手就能放桌子上，这种事儿，果果都不需要人帮忙的。我已经和米娅约好局了，这次的事是应我而起，我不会让你孤军奋战的。你最近是不是又瘦了？没事多敷敷面膜。那肯定是不好跟那些20几岁的小姑娘比的。你不也一样吗？啤酒肚也出来了，脸上皱纹也多了。我是男人，男人不靠脸，靠的是实力跟地位。也是，怪不得男的越老越吃香。我就应该跟你们方中那些太太们学一下，没事跑跑美容院，做做医美。哎，那个徐总太太她不就是做医美的吗？你可别瞎调整啊！你这自然点挺好的，自然是最美的。我先洗了。不管你怎么想，我都会为了这份感情坚持到底。不管结果如何，至少日后回想的时候，我不会后悔。哎呦喂，佳怡，来，哎呦，张曼，来好好走路。哎呦，活成这个样子呢。哎呀，坐好。我的女儿啊，你妈妈和我从小就惯着你，宠着你，把一切最好的都给你，就是不想让你有半丁点的委屈。可你看看你自己，你现在把自己糟蹋成什么样子了？爸妈，你们知道我想要什么吗？你还要什么？我想要爱，我想要很多很多的爱。你们从小就把我扔到国外，我要的爱，你们给过我吗？可是他能给我，我也没他能给我。那你就心甘情愿的当人家的小三。
佳怡，爸爸妈妈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你和魏明的事肯定是大错特错呀。就算是错，也让我一直错下去。爸，我爱魏明，我真的爱他，我不能没有他。你疯了，女儿，你疯了！哎，你坐下，坐下。爸，我跟你说真的，我爱你这是疯了，我这女儿。我知道，现在是你最难的时候，但是时间可以治愈一切。我和你爸爸都给你安排好了，去美国再读个硕士学位，明天一早的飞机。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哪儿都不去！你别放我！你给我听着，你明天早上必须走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会让魏明从方舟滚蛋。你听着，你明天早上必须走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会让魏明从方舟滚蛋。你要这样，你每次都这样，你威胁我。你要真敢这么做，我立马把我爱上魏明的事让方舟记得见。你完全疯了！你我就是疯了，我爱魏明。你让他走，不要，让他走。不要。别碰我！佳怡，可能我们之间就是一个美丽的误会。你还要躲我躲到什么时候？为什么你就是不敢承认你对我的感情？为什么你就是没有勇气说爱我？可是我为了你，已经和全世界都决裂了。魏明，你这个胆小鬼，我恨你！西服已经洗好了，我特地选择了一件衬衣作为谢礼，相信你会喜欢的。衣服这么皱了，不然换上吧。怎么样？挺合适的。真帅。所以，你是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你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您夫人确定是在磐石通过正式的招聘考核进入了，只是因为现在缺乏工作经验，所以目前只能从事一些基础性的工作。魏总，您看来宝跟磐石那边打声招呼，给点照顾。不需要。
魏总，我先忙工作了。少笑什么呢？有个好消息，昨晚我的酒没有白喝，有2家家族企业已经愿意重新与方舟接触了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在我最难的时候，只有你在帮我。那我去安排后续谈判还有合作落地的具体事宜了。好。佳怡，你的付出我一直看到眼里。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会好好的回报你。我什么都不要。我只要你，完整，全部的你。大家想喝什么？我请客。啊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客气。妈，哎呀，小海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先回，你先回。哎呦，他不让我进去，哎呦，你说不行这是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哎，走走走，我们往这边走。妈，是这样，咱这院里的保安啊，他经常换，他这个人可能是新来的，他不知道很正常，咱不怪他啊。哎，小海，你们院里头是不是个个都梳着个飞机头，见面都是这个公那个总的，一张口就是几亿的大买卖？你呀，你领妈妈进去转一转，开开眼呗。我拍照片发朋友圈，让他们那些人羡慕一下嘛。不是发朋友圈的事情，妈，这里面是单位，它不是公园，它不是想进去看就进去看的。那所有人都想进来看就进来看，那我们还怎么上班呢？对不对？妈，是这样，你实在无聊，你看从这儿能看到那个电视塔，是不是？我给你转钱，你不要省钱，咱打个车去，好好的玩一天，好不好？去拍拍照，发个朋友圈，是不是？我给你转啊！来，妈。哎呦，粉牛肉，粉牛肉。好。注意安全啊！哎，走了。电视塔。喂，姐。我要不是有一个客户刚好在设计院，今天能把你带进去，你今天就等着火星撞地球吧你！知道了，你今日的大恩大德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好吧？你说的报是报应的报吧？我告诉你，要报应也先报应你。怎么报应我？亲姐姐，你说话这么难听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敢给我挖坑，我就把所有的事情全都说出来。行，那我想想办法，尽快把妈弄回老家，摆龙门阵。好了，挂了。哎呀，哎，我不是头发散了，怎么这不在？哦，我这儿正好有根皮筋，你用吧。哟，你这还挺别致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江喜，魏总找你。哦，现在吗？对。啊，帮我拿一下，谢谢啊。最近有很多同事都在投诉你工作态度消极，这也是你一贯存在的问题。之前我让米雪跟你沟通过很多次，也没有什么成效。我考虑了一下，磐石的合作你先放一放，去支援其他项目组。公司正好也现在疯传，说磐石的合作是因为你才签下来的，你现在调走，正好避嫌。魏总，您这就是过河拆桥呗。我们跟磐石的合作还是有很多后遗症的。陈诚天天在外面抹黑，说磐石是因为算法上有 bug 才肯让价的。我也是一脑门子官司。既然和磐石的合作含金量大大降低了，过河拆不拆桥也没那么重要。我明白了，我愿意配合公司的调度。那你尽快把手头上工作交接一下。
们刚刚在附近一起办事儿，就过来了。怎么了 Hello,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? Coffee, please. Okay. 魏明，帮我提出了磐石的项目。这签约酒会才过去几天呀，他就原形毕露了。他明明知道你有磐石这个靠山，怎么还敢这样呢？那是因为他有了新的靠山。今天我在公司有一个惊人的发现 ，Joyce 办公桌上有一个 GM 酒店的护理套装，以他的身份和他的生活习惯是不可能用那个的。只有一种解释，他昨天晚上住在酒店，他和魏明已经正式在一起了。按理说我应该咬牙切齿才对吧？但是我怎么突然对这个黄佳怡产生了一点同情心呢？同情？你还是同情你自己吧。以 Joyce 的身份和她的个性，小三这个身份，她是不可能忍多久的。所以，魏明应该马上就会主动提离婚了。主动与被动听起来性质是有一点不同，但是我们只要拿到我们该要的利益，就不算输。其实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我站出来，锤死魏明婚内出轨的证据，这样你也就省了很多的麻烦。你好不容易才有新的生活，不能再让过去的事情影响你。可是我就是做错了事情啊，不管因为什么，都是我对不起你在先。唉，都过去了。从在婚姻里出现第一丝不适开始，我就已经在一点一点的为离婚做准备了。从心理上，我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建设。魏明没有察觉之前，我就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。这个婚姻，主动权在我手里，所以这一仗，我一定会打得漂漂亮亮。慢点。哎呦，小心点！我刚跟你说要你慢点啊！走路以后看着点。你干什么？别我干什么？报警！你干什么？你！别报警！别报警！无辜袭击他人，扰乱社会治安，警察来了直接拘留。她是我妈。谁？我妈。就那个女的，长得那么丑，怎么比得上你呢？房东那边还是决定不租了，他说。喜儿，你为啥抓不住呢？你说说，妈，你说说你。来，哎呀，你拉我干什么？你松手！你松手！林双是我，对不起啊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道什么歉？你是我妈。那怎么了？没有谁应该为别人的人生负责，就算像你妈一样。我以前也跟你想的一样，我觉得人生只要我自己够努力，我一定可以摆脱我弟和我妈。可是后来我明白一道理，人的出身是不一样的，无论我再怎么努力，我都无法消除。我从来都不像自己的名字那样，拥有过任何一段喜欢的时光。我的人生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。你是不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，但是你可以选择自己的现在。我们两个不一样，你从小出生在大城市，又是独生女，你的父母知书达理，给你最好的生活和教育。就算你身处逆境，你也有从头再来的勇气。不像我，从小生活在烂泥堆里。我在老家过得好好的，跑这儿来受气，不行！林双，你给我说清楚。我先不跟你说。态度啊！你给我说清楚。江喜，你咋那么傻呢？你说那个顾总，
他又是老总，钱又挣得好多好多的，你咋抓不住啊？让那个女的抓住，你说你这个孩子，妈，好了。儿子啊，你不知道啊？哎，就是那个新闻上的照片嘛，你一起和顾总，我没看出什么叫不是那回事啊！你放手，别放我呀！我这里有5万块钱，如果你愿意回家，这里面的5万块钱就都是你的了。你们给我发的那套房子的视频我看过了，很满意，价格也能接受。你们就直接签合同走流程吧。好 ，OK。刚当上 VP 就开始买了。那我这买，也是买我们的房子。准确的说，是为你买的房子。那套房子的位置在黄金海岸线上，每间房子我看到的都是无敌的海景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你喜欢海。你好有心机。我所有的心机，都是爱你的心意。阿姨，佳怡呢？妈，阿姨，你先出去，我有话想跟佳怡单独聊一聊。姐，妈，我已经送上车了。好，刚刚你那5万块钱，是？那是我留着买房子的钱，现在全部给他了。从今天开始啊，我又要从头开始了。姐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。江海，你知道吗？我每年过生日的时候，都会许一个愿望。我希望你和妈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在我的生命当中。这一切好像就像梦一样。我一睁眼，这一切都消失了。对不起啊，姐，过去20多年，确实是我给你添堵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现在已经开始努力了。之前欠你的那些，我慢慢的都会还给你，真的。你省省吧，你要是对我好，就离我远一点。你等着，我已经开始努力了。过不了多久，我就会成就一番事业，让你们所有的人刮目相看。你真是太不像话了！好好的有家不回，你跟一个有妇之夫住在一起，哎，你真的很过分。妈，你不用担心，魏明跟我保证了，他会对我负责任的。那你自己呢？都想清楚了吗？虽说魏明是个 VP， 可方舟的 VP 大大小小有10几个。我听说他们家就是个开小卖部的，那跟我们家比起来，那差距不是一点点的。我知道你们现在年轻人讲究恋爱自由，不讲什么门不当户不对的。但是佳怡呀，门不当户不对的背后，就是3观的天差地别。爱上一个人容易，可要在一起生活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只要我爱魏明，那些都不是问题。你听我现在跟你讲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点点一句话，但是当事情一桩桩一件件都摆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就晓得厉害了。那也是我自己的事。就算以后真遇到什么难事，我也绝不来麻烦你们。我们终究是你的父母，你爸爸说的那些无非就是些气话。你再怎么作天作地，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、最愿意为你无条件考虑的人，也就是你父母了。魏明能抛妻弃子跟你在一起，说不定今天魏明的老婆就是明天的你。妈，你别这么说，我一定会幸福的。你去把他叫进来。安逸，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好，我们也希望得到你们的祝福。有什么要求，您尽管提。祝福？不可能。要求倒是有一个。离开嘉义。像你这种人，也只能骗骗像嘉怡这样单纯的女孩。总有一天，嘉怡会为她今天的无知付出代价，你也一样，早晚会有报应的。妈，安逸，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你的情绪，我也是有孩子的人。你给我点时间，我会证明给你看。你们好自为之吧。妈妈，你最近好像很久没让红果果这样睡觉啦，之前都是邓阿姨哄我睡觉的。对不起啊，妈妈最近有点忙。你最近好像特别爱叹气，是不是生果果气啦？怎么会呢？果果这么乖。那也不是工作上的事，妈妈到底遇到什么难题啦？你怎么知道不是工作上的事？因为如果是工作上的事，妈妈肯定每天加班补功课。但是这次，妈妈却只知道愁眉苦脸。果果啊，能通过努力解决的事情啊，都是容易的。但是人生有很多很多的难题，就算你想要努力，好像都找不到方向。这么难？但不光是妈妈，连江喜阿姨也是这样的。大家的试卷都好难好难。但是结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态度啊！就算你这次输了，但是你要把困难踩在脚下的勇气，也就是算赢了一半了。这都谁教你的？孙教练说的呀，我的妈妈是最棒的妈妈。我的女儿也是最棒的女儿。600多万，想要悄无声息地转移出去是不可能的，他一定会在某些地方留下蛛丝马迹。
魏总，提车手续都已经办完了，车主按照您的意思留的是您父亲的名字。辛苦了，明伯。应该的。老爷子一直说名下没个车，所以这次啊就写他名字了。难得魏总那么有孝心，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！恭喜魏总喜提爱车，谢谢啊。应该的。我刚刚一路上开过来，力量感、速度感，确实都是一流的，设计性能也都是顶级的。我一路上开过来，所有的路人都在扭头看，特别有面子。还是魏总有品位啊，就是这个车有点太贵了。你现在开什么车啊？我就骑个小摩托，上下班嘛，经济又环保，暂时还没有买车的打算。以前我和你一样，经济实用是首先考虑的标准，所以我买这辆车，钱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它能不能和我的地位、身份还有气质相匹配。你在不同阶段，你身边的东西就要和你相称。如果过时了，千万别可惜啊，该换就得换。明伯，看得出来，你有野心，有欲望，好好努力，向上爬。魏总，您的车钥匙，你开。哎，魏总这边请。顾总，昨天按了那几下还好吧？那两个药挺管用的，没事抹点吧。没事儿，不就被推了几下吗？不至于。之前你为了帮江喜下了那么大的血本，现在倒好，一是搭上了我的情侣，二是你还平白无故的遭人误会。即便这样，你也毫不计较，我倒是越发好奇，你跟江喜之间的关系了。顾总，你上班时间把我叫进来，不会就是为了看我笑话，外加八卦吧？当然不是。你这2个月表现非常出色，公司对你提出表扬，决定提前给你转正，还要给你一次历练的机会。月拉，你带林双去见一下思思，了解一下爱宝的项目，参与进去。好的，顾总，这边请。啊，一会儿新来那女孩，你帮我跟她对接一下。林双是吧？啊，对啊，是。哎，你说这个林双也就江大名校的文凭值点钱，她竟然还当了几年的家庭主妇，这样的人她是怎么提前转正的？你可别瞎说，你知道她是谁吗？谁呀？她是方舟 VP 魏明的老婆。什么人都往我这儿塞啊？那可不是嘛，现在都得靠点关系。你以为像我呀，靠实力？哦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林双，我是陆思思，请坐。我简单介绍一下，我们爱宝项目组呢，主要负责的是国内知名的母婴品牌爱宝的 app 开发。麻烦签字。哦，好。哎，听说你有个已经上幼儿园的女儿，对，那你应该挺适合我们组。那日后就由你负责跟客户的沟通吧。嗯，好。这些数据都是最新的吗？都是最新数据。那你尽快熟悉一下 app。从用户体验的角度说说想法，然后再从专业的角度看看有什么改进的空间，最好再测评一下同类的 app， 看看有什么优势可以借鉴的，然后再汇总一个方案，一会儿例会的时候提交上来。好。哎，例会是几点？安排。王总，明明前天咱们沟通的还是另外一个方向啊。那王总，咱们这次就确定采用 LSTM 模型了，您看没问题吧？好。谢谢。我跟阿姨发消息了，她说她已经回老家了。你说她难得来江州一趟，怎么走得这么近？我还想着说过2天带她去周庄逛逛。
他是拿了钱才走人的，他哪舍得那么快走？我给了他我所有的积蓄。我有一个这样的妈，你也算是见过了。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介意吗？阿姨，她肯定不是有心的吧？她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？我不光有一个这样的妈妈，我还有一个欠了一屁股债，早就跟其他女人跑了的爸爸，还有一个3天2头会坑我的弟弟。就算是这样的家庭，你还愿意跟我一起承担吗？你不用回答我。像我这样的人，太需要努力获得成功了。林博，我们是同样一种人，你也需要成功，谁也救不了谁。在一起，只是拖累。谢谢你的咖啡。开课了，你不叫我，我杯子呢？生气了？是不是我哪儿做的不好？你打算什么时候把我们的关系告诉林双？离婚不是一件小事情，我需要一点时间去处理，所以只能暂时委屈你一段时间。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。我相信你。姐姐，麻烦你帮我买杯咖啡吧。魏总是怕和我同时出现在公司，惹人闲话吗？生气了？你心眼越小越生气，我越开心，证明你在意我。你生气了？别生气了嘛。真的有点困。说冲啊！知道了。乖。早上好。魏总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魏总今天真帅。哪天不帅了？魏总，咖啡。谢谢。刚好遇到财务部的杰西卡，顺手就把刚买的咖啡让给我了。一会儿准备一下新媒体的采访。走。魏总早。魏总。刚才过灯你带了。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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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好。哎，昨天晚上留到最后的，又是魏总、黄佳怡吧？难怪今儿魏总那黑眼圈那么重。哎，你说这魏总和黄佳怡，他俩是玩玩的还是认真的呀？玩玩的呗。魏总夫人那么有气势，孩子又那么乖巧，多和谐的一家三口啊！这么和谐的一家三口，这个黄佳怡怎么能下得了手呢？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呗。哎，这刚来的时候呀，还有个千金小姐的派头，这才多少天啊，就这样了，这也太恶心了吧！你们说谁呢？哎，那个文件我再给你整一整啊。你
笑什么？看错了吧？我哪笑了？我听说，你曾经在公司勾引魏总未遂。那你又搞错了，不是勾引未遂，是拒绝骚扰。我知道你最近被调离了核心部门，对魏总怀恨在心，但你也不必编这种花边新闻来抹黑他。我没工夫跟你在垃圾堆里抢男人，我没有抹黑他，你以后就知道了。还有啊，你还见不得光呢。说话的时候最好摆清楚自己的位置。你还不是正妻。真对不起，让你一个人承受了这么多的流言蜚语。可我毕竟还没有离婚，在公司，我必须要和你保持距离。如果让他们抓到了实锤，唾沫星子会淹死人的。你能理解我，对吗？你要把我藏到什么时候啊？我从来都没有要藏你的心思，只是我们两个人又想光明正大的站在他们面前，必须要有计划、有策略，这是在保护我们自己。不说这些了，我有个惊喜要给你。什么惊喜啊？去了就是。走。你到底要带我见谁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咪咪，爸妈，哎，别愣着了，来坐。爸妈，正式跟您二位介绍一下，黄佳怡，以后你们可以叫她 Joyce， 她是你们未来的儿媳妇儿。阿姨，叔叔，咪咪，什么未来的儿媳妇呀？你是不是发烧把脑子烧坏掉呀？啊？我想得很清楚，今天我们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顿饭，就是跟您二位要说清楚，我马上就要跟林双离婚了，以后我们两个人会堂堂正正的在一起，我们不能让佳怡受委屈。你居然能够为了外面的一个女人要跟林双离婚，你这不是让人家看笑话吗？你就是，娇什么来着？一看就是娇滴滴的样子，根本就不能带回家过日子的。你怎么想的呀？佳怡不是外面的女人，她是我们公司黄董的独生女。黄董，就是你之前提到过的那个方舟的大股东黄董。这不重要，我们两个人真心相爱，就算你们所有人都反对，我还是要跟林双离婚，娶她。造孽啊，真的是造孽！明明啊，我们魏家的家风，那真的就是清清白白、本本分分。行了行了，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了。明明，那你和那个小娇的事，林双她知道吗？暂时还不能告诉林双，
一方面，我们离婚会涉及到财产分割，我需要一点时间去处理。另一方面，我跟佳怡并没有得到黄董的认可，我不希望在这期间出现任何变故。你真的想好了？我想好了。那果果怎么办呢？果果可是我们家的心肝宝贝啊！哎，万一那个林双要是给他找了一个乱七八糟的后爹，那我们果果是要吃苦的啊！这不行了。那要不这样，你不是忙吗？你忙你的，大不了我来帮你带。忙我给你带。说话。果果。哎，几天没见，你又沉了啊！你不是最近都加班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回来取点东西。爸爸身上好臭，我要上。哪儿臭了？果果啊，爸爸身上不是臭味，是香水的味道。林双啊，说什么呢？什么香水的味道啊？我们明明他出去上班了，他又不是出去搞七搞八的。什么是搞七搞八呀？果果啊，咱们现在去洗澡，然后把脏衣服换下来，这样什么香的、臭的就都闻不到啦。去洗澡去喽！洗澡去喽！回去送妈妈了啊。跟你聊两句呗。聊。你觉不觉得我们最近好像是越来越不合拍了？以前咱俩男主外女主内的，是有这个问题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我也出去工作了，以后咱俩只会越来越合拍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就是觉得我们两个人共同语言是越来越少了，除了聊孩子，几乎就是没什么可聊的了。都这样，老夫老妻的嘛，哪那么多风花雪月的？过日子嘛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别往心里去啊。你怎么突然聊这个呀？外面有人啦？我是怕我做的不好，让你不开心。我有什么不开心的？我有你，有果果，我特别满足。行，你开心就好。这一块已经改掉了，对，他要改一下。什么意思呀？你们怎么办事的？嘉优建模都建到一半了，现在才说要改，你们怎么搞出的幺蛾子？负责跟甲方对接的人是谁？一开始是我和爱情负责的，后来我俩实在忙不过来，就交给林双姐了。是这样的。我们之前已经跟甲方敲定了采用 GRU 模式，但是今天他们的负责人突然通知我说要改成 LSTM， 我也跟他们解释了，说 GRU 参数更少，收敛更快，可以加速迭代的过程。我相信对方已经听明白了，但是他们的态度非常坚决，所以我没工夫在这儿听你推卸责任。有些甲方确实不够专业，但是归根结底是你没能够提前帮客户弄清楚他们自己真正的需求，现在推翻重新做，耽误了交货时间，违约责任算谁的？对不起，组长，是我的问题。林双，你年纪大，经验少，我本来就对你不太满意，看在你还算认真负责的份上，才想着给你个机会。结果呢？你要是实在不能够胜任这份工作，我只好申请将你调离小组。对不起啊，林双姐，
你好心帮我们分担工作，结果还让你背锅。还有这儿。一共985，女士。好。不好意思，您的卡好像用不了。不可能啊！你再试一次。还是不行。麻烦快一点行吗？不好意思，这边赶时间啊。来用这个吧。您的小票。谢谢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好了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到我了哈。说，我卡怎么锁了？信用卡额度刷爆了，我就把卡锁了。刷爆了？这张卡的额度有10万块钱，怎么可能刷爆呢？而且你把卡锁了，咱们一家老小的生活开支怎么办？我这也不是没有办法了吗？你最近手头紧，我总得还还吧。你不是工作赚钱了吗？这段时间你先垫上。不说了，我开会了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下次见啊。洋洋再见。洋洋再见。果果啊，妈妈问你，你喜欢雪冰球吗？喜欢。那比冰淇淋还喜欢？比冰淇淋加披萨还喜欢。不对，比冰淇淋加披萨加乐高还喜欢。妈妈，我一定好好训练。教练今天又夸我进步啦。好，那小果果一定要好好加油哦。好，我一定加油的。大晚上叫你来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想喝什么随便点。没事儿。哎，我们先说正经事。我问了几家跟我比较好的公司，他们确实有在招兼职程序员，但是你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小苹果，你这还得出去接活，你忙得过来吗？没问题的，你把他们联系方式发给我。林双，你这么着急要钱，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魏明啊，他停了我手里的信用卡副卡，问他要钱，他说最近手头紧要还还，家里要开支，小苹果要交学费，到处都要用钱。他跟你说他没钱，这方舟上上下下，谁不知道他刚升职加薪？他还提了一辆什么进口豪华车，在老婆孩子面前哭穷，他是真有脸。他这是打定主意要为离婚做铺垫了。其实他能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法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这些年的家庭主妇生活让我明白，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，就没有平等的对话空间，只剩下被拿捏的份儿。还好，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林双了。他想要离婚，我也想要离婚，只是这婚怎么离，由我说了算。对，就算要离婚，也要让他净身出户，孩子、房子、车子，他一样也别想带走。我还以为你是为了要证明自己，大周末的加班加点工作，发愤图强，原来是为了干私活呀！老板，我发誓，我上班时间我绝对没有偷懒，而且平时我不在公司干私活的。但今天对方要的急，我下不为例。
像这样的初级项目，刚毕业的大学生应该也能做吧？哎，不对啊，你以前不是最讨厌这种枯燥乏味又缺乏挑战的工作吗？但是这个人是会变的呀，我现在格局打开了，我也很奇怪，我突然对这种初级代码很感兴趣。等一下，一个小程序通常预算5万块钱，层层分包号到程序员手上也就是1万块钱。愿意花费精力从事这种毫无挑战又收益低下的工作，只有一种可能性，林生，你缺钱了。顾总，我缺不缺钱呢？好像不在你这个 CEO 的管辖范围之内吧。另外，看破不说破是成年人的基本礼仪，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学一学。今天项目肯定没问题。这我去哪儿？我回家了。哎，这个你帮我保管。这个佳怡啊，以前吧还会装样子，现在越来越嚣张了，就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跟魏总有一腿啊。今天早上我亲眼看见他从魏总车上下来，真的？他俩又在一起了。哎，你说他俩是不是同居了？这不能吧？哎，江喜没打卡呢，你帮我打吧。我先走了。啊，行，明天见啊。真等我。上车，透气。嗯。张喜，你在干嘛？看看，这间公寓是我特地选的，主要是闹中取静，楼下有24小时的保安，每天都有保洁阿姨来打扫卫生。最主要的是，闲人不能入内。还有，装修风格是我让房东完全按照你的喜好重新设置了一遍。来，看看，你看呢？我不明白，酒店住得好好的，为什么突然要搬家？你是不是怕被别人看见我们住在一起，落人口实啊？你就是想太多。来，你看，啊，喜欢吗？嗯，好美啊！看这轮船，啊，好美。佳怡。毕竟，我还没有离婚。最近公司已经有一些流言蜚语。我不在乎，我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我不怕别人知道，他们要骂我小三就尽管骂好了。